当地的这个土族的时候呢，雅利安族的人不见得文化比他们高，但是呢，他就是常常我们看到中国也是这样，游牧民族文化不高，可是呢战斗力很强，他就打赢了，然后这个被征服的其实文化很高，这些其实很多都是跟他们有关系的，但是呢，最后呢，这些被征服的就变成是最低阶级首陀罗，就是从梵天的脚生出来的。那么这样子呢，就确定了他们的地位。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呢是一生族，首陀罗有一些是也叫做一生，就是他只有一期的生命，所以这些人没有宗教的那个权利，再生族才有宗教的权利，能轮回的才是好的，才有宗教的权利，才能够修行，所以这些呢，就因为是脚生出来的。他们就是一辈子呢，要为上面3个阶级呢，为努力，所以他们现在印度很多还是这个阶级，甚至被承认这个阶级以外的，就是那个就叫贱民了。首陀罗还是奴隶嘛，奴隶还是有他们的身份，贱民就基本上没有身份了。所以印度的这个阶级呢，它分得很细啊。那么这个观念里面呢，就说他们这个大梵天嘛，就把他们创造出来了，所以修行的人就是跟这个大梵天合一，所以他梵我合一嘛，就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是婆罗门的基本的那个观念，所以他们讲这个梵我，梵就是清净嘛，讲这个梵我的时候呢，讲蛮多的。那不同的教派呢，谈到这个解脱，基本上都有不同的这个观念。那佛陀跟他们学，发现到说，用他们的方法，用他们的观念来修，都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后来佛陀自己呢，在菩提树下用功修行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12支轮回，或者是看到5支的轮回，就是12支缘起的这个轮回，所以他就知道说无明灭，然后后面就灭。那无明灭呢，第一个就是破这个5支嘛，无明就明嘛。那明就包括了说正确的知见，那么正确的知见见到什么呢？其实就是见到无我，见到无常，见到无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我呢，所以佛陀呢，他是真的是他的智慧呢是这样，所有的教派基本上都讲有我，然后有我轮回，然后这个轮回的呢都是一种这个业力，他们也会讲到这个业力，只是说明上会有不同。然后最后呢，就是还是有这个我在解脱。那佛陀就发现说，有我才会轮回，然后要解脱的话就要无我，就是要空掉或者是无掉这个轮回的这个动力。那轮回的动力呢，它所谓的无我呢，不是无掉这个因缘和合，这个业报还会再继续持续的那个我，而是无掉对这个我的一种执着，所以自我中心的执着，就我见就是一种执着，错误的知见。但是你无我的时候呢，不是这个生命不见了，所以很多人还是误解，因为大家的观念就是有和无是相对的，所以我呢有的话就是这个我还在嘛，就叫做有了。那如果无我的话，这个我就不在了。那么这个观念呢，其实是有问题，因为如果你有这个观念，就表示你还是执着有一个我，所以这个我不见了，叫做无我。那这个无呢，就变成是把这个我呢怎么样完全消灭掉。但是佛陀呢，他开悟觉悟了以后呢，他没有消灭掉，他还在。所以呢，无掉的是什么呢？无掉是错误的知见，所以无掉的是理性上的这个迷惑，就是我痴跟我见，最主要就是我见，这个是我们叫做见惑，见惑理性上的，然后失惑呢，就贪嗔痴贪嗔的这个烦恼，那么这个是行为上的一种迷惑，实际上就是无明言行嘛，所以行就涵盖了后面的这个爱取有的这个过程，
所以无明是一个理性上的迷惑见惑，那么行还有无明就是这个爱染，这个呢是知见就情感上的迷惑，就是行为上的迷惑。那行为上的迷惑呢，实际上如果再把它细分的话，就是意志的迷惑，行为的迷惑，这个是叫我慢。更细分的话了，但是比较根本的就是无明和爱染那这个无明和爱染，如果你分清楚了以后呢，这行为上或者是情感上的迷惑，就是我们的一种造作。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见到破了这个无明转无明为明的话，或者是我们见到这个不正确的知见，就是我见的话，那么当下呢就解脱了心理上就解脱了，在理论上在理性上就解脱。但解脱了以后呢，不表示你所有的行为就马上改进过来，因为行为是一种习气，你造作了以后它形成一种习气，习气的话就会有一种惯性这个惯性一直会持续，惯性的作用呢它还是会有这种循环。那么要解决这个惯性上的这个迷惑的所谓的失惑，行为上的这个迷惑的话呢，就必须要修定。所以这个修慧呢破这个我见，修定呢破这个我爱。所以定的功能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所谓的习气也能够慢慢的减轻。所以修定慢慢到最后的时候，他心非常的简单，所以这些习气呢都会舍下所以呢在佛陀那个时代，因为他修过很深的定，那也发现到说他入深定的时候呢，很多这些烦恼习气都不生在能够入初禅以上的定，你的嗔习就不生就是说嗔的习气就会在这个禅定里面呢，它就不会发挥它的作用然后在更深的这个禅定呢，可能很微细的这些妄念或者很微细的这个烦恼就会断。所以后来就分析的比较细，所以部派佛教里面的一些论点呢，他们就分析，比如说初禅断的是哪一些迷惑，就哪一些习气，然后二禅三禅它都有分析的。所以分析这个心理的这个部分呢，在论点里面分得很细包括我们禅定的时候不同的这个心理的状态都有。然后如果是你进入到某一个程度的禅定，哪一类的习气它不生起来，但不生起来不表示它不存在。那么你要彻底的把这个习气完全放下呢，就是你要先破这个我见。破了这个我见的话呢，因为没有我见，我们讲过了，没有我见的话，就是中间的这个磁性断了，没有这个磁性了，也就是你的电流中断了，所以这个磁铁的磁性不产生作用了。那么即使磁铁的磁性不产生作用，粘在磁铁上面的一些铁还是有在当然我们知道说，如果是照原本的状态是全部会掉。不过呢，如果是我们的习气的话，因为这个习气呢它是染，是粘住的，但这个粘住是里面的力量在染着以这个东西。即使呢我们内在的这个力量，这个动力呢，就轮回的动力已经没有了，外面这些一层一层粘的还是要一层一层的剥，这个一层一层剥下来就靠这个禅定。所以禅定的功夫是一层一层把它剥落。原本呢你修禅定的时候，如果这个染着的心还在，还有慧的作用的话，你染着的这个作用呢，虽然你剥了一层，还会再粘上来然后或者是你有这个禅定的功夫，把这些习气呢都压制了，但是因为你这个中心没有放下，就没有破掉这个执着，这个染着的心，所以这些呢，即使你某种程度把它压下来，但是呢它不会脱，不会完全脱落，所以呢就需要禅定的功夫把它脱。那如果你只有禅定的功夫，这些都还包围住，然后中心的这个执着，就自我中心的执着，这个我见我痴还在的话，那么表面上这个习气不起，但是呢它还在那边，因为它还染着，还黏住它，
所以为什么修禅定修到你成就了，甚至很深的禅定了，所有的那些习气不升起来了，等到你一离开这个禅定，习气又升起来。我们那一天不是讲了一个故事吗？那个修到飞翔定用神通进皇宫，一失去这个禅定的功夫出来，什么都没了，然后就飞不回去了。然后后面呢，嗔心又起来了，然后造成后来他的这个下就是去世了以后轮回的那个地方很不好，就变成是一头野兽，然后专门吃那些干扰他的那些众生所以就是因为他中间的这个没解除，所以这个我见没有解除的话，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是我见解决了，破了，失或破了，生死轮回就断了，就不会再有后有，因为你不持续。但是呢，虽然不会有后有，假如你的禅定功夫不深，这些染着的，就是长期染着的这个习气，它还要慢慢的脱。所以呢，为什么证道出果，它还有7次往返天上人间，才能够证到阿罗汉的果位？你什么都不用修，只要你破了我见，证道出果，那么你就任由你的生命随缘。这一期生命结束了，升到天上去，那么天人的生活过了一阵子又回来然后回来这样子来回7次，他就证到阿罗汉的果位。就是这七次呢，就是让你一层一层的把这些习气呢慢慢的剥掉。那如果你修直接在当下继续用功的话，2果3果，然后证到阿罗汉的果，当生就可以完成。你完全不用功的话，7次来回就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如果你是精进用功的话，有一些可能就1个星期2个星期它就完成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禅定的功夫嘛然后用智慧来修这个定的话，那个定呢它就成就的比较快。不过呢，你要能够破这个我见，你要基本的禅定的功夫。如果基本的禅定功夫、定的功夫也没有的话，你破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妄念太多，杂染太多，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烦恼习气太多，你没有办法观想佛陀也是入定，那么经常我们都说佛陀是入四禅，四禅是定，就是定和会很均等、止观均等的那个状态那么那个时候呢，佛陀就深入思维，非常细的思维，从生老死这样一直观到说是因为理性上的迷惑，这个无明，所以呢他当下破了无明。他破无明的时候呢，就是破什么呢？破我见但是佛陀因为是修深定，所以他破我见的同时，他的我爱也断了。所以佛陀他证到这个佛果的时候呢，他是叫做具解脱，就是心和就定和会同时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不只是生死轮回解脱，这些烦恼习气也解脱，所以它就很圆满那有深定作为基础，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呢，如果你完全基本的定都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个效果。那如果你有基本的定，一般上呢，我们就说是欲界的定欲界定呢，如果你在欲界定的时候呢，就能够见到这个无我，或者是破这个我见的话，那个叫慧解脱，就理性上解脱了。那么这种理性上解脱的，在佛陀时代，很多阿罗汉，还有这个4个果位的圣人，很多都有这个所谓慧解脱的这个体验，这个境界。慧解脱的这个阿罗汉也好，或者其他果位的这个圣人也好，他们还是有习气所以还有习气呢，就是他还有一些惯性，甚至有一些阿罗汉呢还是有惯性。所以像大智度论呢，他就讲了很多这些所谓修菩萨道，然后证到佛陀的果位，或者是所谓大阿罗汉的果位，他们就没有习气。但是呢，发现佛陀弟子里面呢，还是有很多有这个习气，包括大迦叶尊者，他就坚持我一定要用这个苦行然后舍利弗尊者呢，
他也有他的脾气。什么脾气呢？他就是有一次呢，因为那个罗睺罗是他的沙弥，罗睺罗是第一个沙弥，就是佛陀的俗家的儿子嘛。然后后来佛陀去皇宫的时候就把他渡了，渡了以后呢，就让他成为沙弥。然后呢，就因为那个时候他年纪小，就跟着这个舍利弗学。舍利弗等于是舍利弗的侍者这样嘛。然后有一次呢，就好像他也很调皮了。这个后来呢，就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他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场所，不知道躲在哪里休息。佛陀就看了为什么他会在那边，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他的托钵的东西也好像比较不理想，就吃的东西年纪还小嘛，都是要吃好一点的。然后他就会有这个小朋友嘛，还是会有一些讲话什么讲。佛陀一问清楚就跟这个舍利弗讲说你要照顾这个沙弥因为你没有照顾他，这些信徒供养或者是这个地方安排也没有安排很好给他。那舍利弗一听了以后，以后他就不去做那些托钵什么这样，他就有这个脾气，他就有这样的一种个性那么有一个最好玩的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尊者他因为他是好像是婆罗门还是刹帝利族的，然后呢他的那个在家里呢，他是很多这些家人，就是那妇人那些婢女什么在服侍他们，对不对？那么每次他就习惯了婢女做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他就是吩咐嘛。然后呢，他每次他有神通他也证到阿罗汉的果位，他要过恒河的时候呢，他就说婢女把恒河水分开，我要过了。那因为恒河的神好像是女神来的，所以他就叫婢女。每次给他叫这个很难过，然后就去跟佛陀讲，佛陀他每次都这样叫我，实在是不行这样子。佛陀就叫那个阿罗汉出来说，你跟他道歉，婢女sorry。佛陀说他没有恶意他就习气他没有恶意，就是他的惯性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些罗汉呢，他们还有这种习性的一种存在当然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经典论点里面的一些传说了那我们他要解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佛陀就没有这些习气了就圆满。那也有一些阿罗汉呢，如果是具解脱的话，一般上这个习气也比较淡，没有那么深。那如果是没有具解脱的，只是会解脱的话，习气就比较深。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中国禅宗后来呢重视这个会解脱所以中国禅宗不太讲深定，也发现到说实际上大乘佛教不太讲深定都是讲说能够在一般现实生活里面用的。所以很明显的一些从这个艺术的表现里面，我们就看到，如果是印度的传统，我们雕阿罗汉的像，或者是画阿罗汉的像，18罗汉每个都是正襟危坐，都是入定的就是等于具解脱的。然后是中国画的画法呢，因为每个罗汉呢都有一个款一个样子，要表示说他们都有习气的就是他们都还保留他们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些惯性这个也很明显的衬托出说中国禅宗的这个对禅法的一种禅修开悟的这个体验的那种看法，跟印度传统的这个有蛮大的这个不同。那么在这个佛陀用这个方法就是同样用这个禅修方法觉悟了以后呢，他讲的是这个缘起。所以实际上我们佛教禅观就是缘起。那么缘起的说法呢，我们刚才说12支缘起是比较完整的嘛，那么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是用12支缘起。
然后讲12支缘起的时候，都一定讲三世两重因果啊，这个是很传统的一种说法。那也有一些把12支缘起说成是一期生命的缘起啊，一期生命的这个轮回。那么禅宗是12支缘起呢，是一刹那或者是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在发生，就有这12支缘起在里面。所以对这个缘起的解释就有不同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说明。那么像传统南传佛教基本上还是我们所谓的三世两重因果嘛。那么传统的中国，比如说论点的说法也是这样，到了禅宗是一件事的12支轮回，或者是一刹那的一念的12支轮回。所以呢，在南传佛教，像泰国呢，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大师，应该是佛氏比丘，他是比较偏重像中国的禅宗的，所以他也觉得说，像清净道论讲三世两重因果的那种12支轮回呢，比较有点外道的观念，因为要有一个我在里面轮回嘛，所以他也比较强调一念或者是刹那的12支轮回。不过这些呢，都是后来部派佛教，或者是后来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有不同的论师，或者是不同的这些大师他们的体验，他们的讲解。那么最重要的还是这12支轮回形成的一个完整的这个生命轮回的这个观念。但是他回到中心来，就是因缘生因缘灭。所以佛陀开始说法，其实应该是讲缘起观，因为讲缘起呢，才能讲中道。那么讲了中道呢，他才能够度无比丘，因为无比丘离开佛陀，是因为佛陀放下苦行。他们认为说佛陀放下苦行就是不要修行了，但是佛陀就是因为修了6年的苦行，发现苦行不能解脱。那么他之前的乐行他还是太子身份的时候的这个乐行，当然肯定是不能解脱，但是修苦行修了6年也不能解脱，表示说苦和乐的极端都不是解脱之道，所以一定要中道。那么要中道的话，你就必须要从缘起才能够见到这个中道所以佛陀呢是悟到缘起，然后呢走中道。所以他对无比丘说法呢，应该先告诉他们中道，这样子才能让无比丘舍弃苦行来跟他修行。因为无比丘也是极端的苦行，认为佛陀当时那个沙门就是苦行僧悉达多这个苦行僧他是因为修这个苦行，他们才愿意